交时间知己，有网络同好，寂寞安生活。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脚记。这一期呢，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最近出镜率非常高的风铃高达。相信有同好们呢，已经有不少人都已经看过了《水星魔女》的第一话了。其实呢，我个人感觉，除了主人公有一点过于做作以外，其他的感受都还挺好。尤其是最后的女同情节呢，让我直呼牛逼。当然呢，最终两人的关系呢，我猜测肯定是伪光正的。如果真的结果是两个人终成眷属了，那我就必须由心的给这部高达点个赞了。我们还是回归到模型本身这里啊，模型的总体的拼装时长呢并不长，大概也就是3个小时左右也就搞定了。最终的成品呢，其实没有给我太大的惊艳感，因为所有的经验、感叹还有吐槽，基本上魔灵都给我了。所以呢，对于我个人的感受来说，风铃高达表现出的样子是在情理之中的。毕竟呢，魔灵高达的素质，我个人已经觉得在 HG 中已经算很不错的了，就更不要说相同规格的这一部风铃高达了。分色方面呢，由于魔灵高达的分色本身就是粉色跟白色的缘故，因此呢，并没有很好的体现出成型色分色的优势。但是呢，到了以标准高达配色为主的风铃高达上呢，分色的优势就体现得淋漓尽致了。在这里呢，我们也要为 HG 事业部的内卷鼓个掌。先不说别的地方啊，就单从头部的分色就基本上已经摒弃了补色贴纸了。在这里呢，用到补色贴纸的地方呢，也仅为监视器和眼睛部位，其他的地方呢，全都是成型色分件的分色了。当然呢，在这里监视器和眼睛的补色贴纸我没有贴。而整体风铃高达的分色呢，也基本上跟头部一样，都是采用了成型色分色的方式。需要补色的地方呢，只有肩部、盾牌处的2处零件，还有就是枪部的瞄准镜了。当然啊，在机体设定中的这种线条的光效，我个人并没有把它归到补色的范畴，我觉得这个应该属于特效范畴。在拼装的时候呢，我发现了一个地方，也就是前裙甲这里啊，那个本来从零件和生物书方面都是以一个一体成型的方式出现的，因此在可动方面呢，本身也是这种一体可动的。但其实万代呢，已经为我们预留了这种单独可动的空间，我们只需要把连接的地方剪开，就可以实现单侧裙甲球形关节的结构了。而可动方面呢，也就可以实现这种单独抬起的这种方式了。可动性方面呢，基本跟魔灵保持一致，因此呢，在这里我们就仍然以快放的形式为各位同行们展示。好，接上述。机体方面呢，唯一不一样的，也是让我觉得不太好的地方呢，就是这个大腿的根部关节了。原因是因为由于风铃高达跟魔灵高达一样，脚部的设计呢都是采用了这种 C 型卡扣的设计，因此呢，脚部是无法像普通的高达那样去做出左右转动的。也就是基于此设计呢，我们在摆卡式站姿的时候，也就无法对脚部凹出这种向外撇的这样的一种造型。但是呢，魔灵高达相对还好，因为它在腿部的根关节这块呢是给了一个这样的转动轴，即便是脚部不能向外撇，那么腿部的转动轴也是足以将脚部向外撇出这样我们需要的造型的。但是风铃高达就不一样，在腿部的装甲设计这一块，虽然在根部也设计出了这种左右转动的根关节，但是呢，由于这个腿甲的干涉，所以说就导致了这个腿部是无法向外去做出更大幅度的转动的，也就因此这个脚部也就没有办法像魔灵高达那样去做出更向外撇的这样的造型。当然呢，设定已经是如此了，无法再改变，因此呢，压力呢也就给到了 MG。
等将来 MG 出来的时候呢，让我们看看那个不争气的事业部是怎么解决这个大腿根关节转动幅度的问题的。但是上帝关了门，也还是开了一扇窗的。风铃高达呢，由于侧裙甲设计了可动，因此呢，它的腿部侧踢可比魔灵高达要好出去不少，并且呢，前裙甲呢也基本上没有干涉腿部前抬的可动，这也就算是一个安慰奖吧。对了，在这里呢，需要提醒同好们在把玩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个点，也就是风铃高达的膝部在弯曲到最大且再想把小腿掰直的时候，就一定要注意这个双段关节。我在这里想恢复的时候呢，如果一味的只是抬小腿的话，那么就会导致膝部的装甲和膝盖的内部的结构发生干涉，以至于呢无论如何也无法再上抬小腿了。其实这里呢，只需要在上抬小腿的时候，同时上抬上部的这个关节，就可以把腿恢复到之前笔直的这种状态了。而这种设计呢，在魔灵高达上是没有出现的，因此我觉得这个应该算是一个设计上的小 bug。我们只需要注意这一点，在把玩的时候就可以了。盾牌方面呢，相比魔灵的盾牌分解后全部集中和收纳在背部的背包不同，风铃高达呢则是将盾牌全部拆散，而且分散到身体的各个部位，就使得造型方面呢没有像魔灵高达一样背部全部集中隆起了那么高，在视觉的观感方面呢，也就相对魔灵来说比较紧凑了。而盾牌方面的装载组合呢，我们依然也是以快放的形式为各位同好们进行展示。武器方面呢，没什么可说的，除了特效件呢比魔灵高达的特效件稍微长这么一点以外，可玩性方面还没有魔灵的高呢。总的来说呢，这台风铃高达呢，我个人依然是推荐的。抛开审美和设计来说呢，单从模型的本身素质方面，在 HG 的这个级别已经是很能打的了。只是现在这个价格虽然没有RG海牛那样溢价的那么离谱，但是依然还是有些虚高的。不着急的同好们呢，可以稍微等一等，毕竟水星魔女也才刚刚出了1-2集，后边的路还长了呢。这不动画还没怎么着吗？配爆的配件就已经给咱们安排上了。万代，我谢你8辈祖宗！好，那么本期的教导记呢，我们就聊到这里。如果同好们觉得我的内容做得还不错呢，麻烦点赞、收藏、加关注，一键3连，给我一个大大的鼓励和继续制作下去的动力。那么感谢收看本期的教导记机体评测，我是评测员 D，我们下期再见。